大家好啊，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吧，汪家添丁了。兰姐昨天开心报喜，随后飞总也大方分享孩子正面照片，和网友一起分享这份喜悦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，看着真让人开心。兰姐这次是真的高兴坏了，在直播间里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，一边笑一边跟粉丝报喜，说儿媳妇马小梅在大年初七这天顺利生下孩子，是个白白胖胖的小马宝。如果你仔细听这场报喜，会发现这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喜讯，而是一份溢出来的幸福。兰姐把正月初七人日女娲造人、马年马幸、小宝马、小七宝串联，把孩子的到来讲成天时地利人和的安排，那种福气感被层层铺开，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暖。她夸小梅瘦弱却坚强，怀胎不易却从不言苦，那不是客套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心疼和骄傲。她反复说风雨过后抱得更紧，三代同堂，齐齐整整，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，这个家越来越稳，越来越团圆。最让人佩服的是，从传统文化的祝福讲到喜糖与感恩，一切自然顺畅，那是她多年的从容与能力。但抛开表达方式不谈，最真实的还是那份喜悦。盼了这么久的小生命平安降临，兰姐再次当奶奶，家里添了星光，这本身就值得满满的祝福。愿这个孩子生在爱里，长在暖里，也愿他们一家人今后的日子真的如她所说，风雨同舟，家和兴业，喜乐长久。亲爱的粉丝宝宝们，今天兰姐太高兴了。自从去年得知小梅怀孕，我就一天一天的数着盼着，终于盼着了和这个小家伙见面了。爱不释手，抱了一宿又。正月出生，初七人日，呱呱的落地了，让这个家人盼了又盼的小宝马哭声嘹亮，白白胖胖，我这个心呐，终于落到肚子里了，我又当奶奶了。这孩子来的正是时候，正月初七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人日，女娲娘娘第7日，团土造人是天下所有人的生日啊。人日载人盛，吃七宝羹，登高赋诗，都是祈福纳祥的好彩头哦。古人讲人日得子，天赐灵童。这孩子生在初七，又是马年，妈妈又姓马。哎呀，是小宝马呀，也是小七宝，这是老天爷挑的好日子，是女娲娘娘送的福气。产房里我的好儿媳辛苦了，她瘦弱娇小，怀胎10月，比别人更不易。可是呢，她从没叫过一声苦，除了照顾好月月琳琳，还一直挺着大肚子，一场又一场的直播，把好物分享给大家，把幸福分享给大家。这份精神呢，也鼓舞了兰姐，也鼓舞了我们全家，也鼓舞了我们女性。这个台北女孩啊，扛起了千斤重担，内心安宁，行事得体，把2个孩子视如己出，把这个家当命来护。这样的儿媳妇儿真是从天而降，兰姐视出如己。回望这些年呐，我们家经历的太多了，但风雨过后吧，一家人反而抱得更紧了。曾经那个13岁就被我送出国的这个男孩，如今一直守在产房门外。每一次新生命的降临都是一次爱的轮回。小梅从台北嫁过来，如今又为汪家添了骨血。小月儿、小玉琳琳从此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小马宝弟弟，又多了一份爱和牵挂。这儿呢，还要感谢我们的亲家，把这么好的小梅嫁到我们家，把月月和琳琳照顾得这么好，我们又得了一个小马宝。咱们亲家血脉相连，是最亲的一家人。小马宝，奶奶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你生在爱里，长在暖里，是全家人捧在手心里的宝，是3代人共同等来的光。谢谢苍天厚土，谢谢小梅，谢谢小飞，谢谢我的小琳琳，谢谢我的小月月，谢谢他爷爷从北京赶来台北，齐齐整整，这是最大的福气。那更要谢谢一直关心我们的粉丝宝宝呀，这些年风风雨雨都是你们伴着我们一起路过的，给兰姐勇气，给兰姐加油。在今天走过来这一路，今天这份喜悦，兰姐要第一时间和你们分享你们的祝福，兰姐都收到了，你们的陪伴，兰姐永远铭记在心。初七人日，女娲造人，马年得孙，小马进门，风雨同舟，家和兴业，3代同堂，兰姐开心。把这份喜悦也送给宝宝们，今天麻溜记都给您准备喜糖了，来支持我们麻溜记，感恩感谢，遇到你们再次感恩。看着兰姐开心报喜，真的被她满满的能量狠狠感染了。原来好的磁场真的会传染人。大年初5，兰姐就飞往台湾，同行的还有离婚多年的汪大爷。3代人整整齐齐，哪怕婚姻早已落幕，在孩子最重要的人生节点，
没有缺席，没有怨怼，没有对立。就冲这一点，我真心佩服兰姐的格局。婚姻里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可她偏偏没有把破碎的关系变成互相消耗的仇人。为了孩子，依旧像家人一样相处，彼此照应，这份清醒与大气，在她那一辈人里真的太难得。我们父母那一代，很多人把离婚当成污点，明明不幸福，却不敢分开，怕丢人，怕议论，最后把自己困在不幸里，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孩子。孩子在压抑、拉扯、夹缝中长大，反而背负了最深的创伤。所以兰姐在视频里平静讲起过往时，我其实挺有感触。她说和汪大爷分开40多年，两个人像朋友一样相处，离婚不离家。当年住地震棚，用省煤气，每个月还要给婆婆交15块钱，省吃俭用把汪小菲带大，但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说过父亲一句不好。她对孩子要求严格，却从不灌输仇恨，性格要强，却始终保持善良和分寸。哪怕自己吃过很多苦，依然教儿子孝顺、顾家、尊重父亲。汪小菲如今对父亲的态度始终如一，很大一部分来自兰姐当年的引导方式。她心疼汪大爷身体不好，会主动让他休息，也会刻意避嫌，不让汪大妈产生误会。从内心希望前夫有人照顾，生活安稳。她说自己并不高尚，只是接受的传统教育告诉她要顾老人、顾家庭。但正是这种本分的选择，反而体现出一种难得的担当。在那个更保守、更苛刻的年代，她能保持清醒、体面、有边界，不把情绪转嫁给孩子，也不把家庭关系推向对立。兰姐的厉害，从来不只体现在事业上，更在于她处理关系时的克制、理性和长远眼光。活得清醒，做事有分寸，也给下一代留下了更稳定的情感基础。大家都挺关心汪大爷的，我们离开有40多年了啊，像哥们儿一样的相处，离婚不离家。大家都知道，汪大爷一直在云南闯荡他的事业，我呢就在鸡市口7条13号，我的婆婆家对面搭了个地震棚，我一直带着小飞呢在地震棚里住。我们地震棚和他的房子中间呢有一个破厨房，自己搭的，透着风啊。我每天呢还要节省着煤气，我们那时候换煤气罐，每天呢下班呢都要接上小飞，骑着小自行车，他就在我的后座上。我要去买菜，跟大家说了，我的钱呢都要上交给婆婆，每个月15块钱都要上交给婆婆，剩下的一点点呢孝顺我爸妈。这样小飞的零花钱呢都是靠红包，他爱吃串，从小就爱吃串。我呢对他要求太严了，考第2名都不可以。有一年呢，他态度呢对我特别的好，我就知道有事儿了。天考试，我就说怎么样啊？他说哎呀，还是第1。哎呀妈呀，我这个心悬下来了。他要考个第2名啊，我就得一通的胖揍他。哎呀，现在想想真不重要，对我呢就有点小抵触，他反而心疼弱者。我从来在小飞那儿没有抱怨过半句爸爸的不好，所以呢，他一直呢很爱这个家，很爱爸爸，买房买车，每个月零花钱始终如一。这不是又接他爸去了啊？我们呢还是像哥们儿一样啊。就是我也挺心疼他的，身体不好。我说老王同学，你走吧，我来陪孙子，你去回家歇会儿吧。我知道他身体不好，我们家媳妇呢给他安排了一个全检。24号呢，也说也给我安排了一下。我说各做各的啊，别让人家汪大妈误会。我特别希望小飞爸爸幸福快乐，有人照顾他。好了，你们身边有伴吗？兰姐的伴就是你们。刚才说到离婚不离家，其实也没那么高尚啊，就是传统，就觉得父母需要人照顾。那大姑子、小姑子、二姑子都嫁出去了，那只剩下我和小飞，陪伴他们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每天要给他们做饭，1日3餐。早餐做好了以后，就去带着小飞去上学。小飞放学后呢，接上小飞呢，再回家给婆婆他们做晚餐。其实我说，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不上桌，我也不夹菜，我也不拨出来，剩多少吃多少。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受的这种教育啊，就是这么做的。回国创业后，在东四阿兰酒家呢，每天呢给婆婆和公公送饭，一直到婆婆先离世。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一点怨言，就觉得是老人就应该照顾，而且是小飞的亲奶奶，就是这么想的，没有多高尚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那个年代呢，我们就是受的这种传统教育，
而且真根深蒂固的就应该是觉得孝顺老人。我的姥姥活得104岁，她一直呢帮我带小飞啊，我其实受姥姥的影响挺大的。我呢也希望呢将来我的孙辈们也能够受我的影响。你们看到的视频啊，我都会发给他们的啊。他们其实也很聪明，很乖。马上呢，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小马啦，马到成功，一马平川。每次听兰姐讲她过去的经历，我都会有一些思考。驻地震棚，省煤气，带孩子，照顾老人，从零开始创业，这些事情本身很苦，但她讲出来时很平静，更多是在陈述经历，而不是强调委屈。从她的状态里能看到一种稳定感，不回避困难，也不被困难定义。我常常会想，为什么他们那一代人和我们80后会有这么明显的差异？他们那一代面对的是生存层面的压力，目标很清晰，就是把日子过下去，把家庭撑起来，把孩带大。只要肯付出，就相信会有结果。遇到问题更多是解决，而不是反复消化情绪。而我们80后这一代，物质条件相对充足，但心理压力更集中，从小被要求优秀、懂事、要争气，成年后同时面对工作、住房、育儿、养老等多重责任，信息更多，选择更多，但也更容易焦虑和比较。一边在努力拥有，一边又在承受失去，一边前行，一边不确定方向。但兰姐真正让人佩服的，从来不只是吃过多少苦，而是无论环境多难，不把情绪转嫁给孩子，不把家庭关系推向对立，始终把家作为长期选择。如今他们一家3代同堂，从现实结果看，是走过低谷之后的稳定阶段。也真心祝福小梅、汪小菲，还有他们家的小马宝健康成长，生活安稳，一家人彼此照应。春节将近尾声，也想对屏幕前的你说一句，我们这一代人承受的复杂性并不比上一代少，即使焦虑，即使疲惫，但大多数人仍在履行责任，没有退场。新的一年，希望我们能少一点内耗，多一点弹性，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节奏，保持清醒向前。愿新一年的你生活有序，内心安稳，平安顺遂，万事可期。